滑板对我来说一开始只是业余爱好，为了达到专业水准，我需要参加很多比赛。2009年到2011年，我开始在国外得到认可。从2011年到2014年，我成功获得了本地和海外的滑板赞助。通常穿滑板鞋，我们必须有合适的鞋底。比这个鞋底还要平，而且不会滑。做运动的话，我想不太合适。在外面，你可以闻到草地的气味，青草、树木、香烟味、香水味。监狱里，你只能闻到墙壁。我在关闭疫情之前最后一次参加比赛，大概是在2018或2019年之后，疫情爆发就再也没有比赛了。我在谈恋爱，当时我有个女朋友，我和她吵架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她，不过用力抓她是我的错。2020年3月，我开始入狱服刑。这是一间单人牢房，牢房里就只有你孤单一个人。那种孤独感，就是当你无法表达自己，当你想要找人谈话的时候，你被困住了。我觉得我是个坏人。我想我犯了很多错，我必须接受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B1是最高警戒级别的寓所，它关押刑期比较长的囚犯，以及正在接受暴力治疗方案的囚犯。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不必要的冲突，所以这也是将他们安置在单人牢房的原因之一。我们的监狱设计必须简单，但是不能有辱人的尊严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里面空荡荡，很简单。但与此同时，监狱条件必须有助于囚犯的改造。批准解锁507。基本上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，这就是我的家。通常我就睡在这里。一般上我不穿衣服，因为这个牢房里很热。通常早上4、5点我就已经醒了，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，因为天还很黑，所以我们会尝试再继续睡。灯一亮，我就会到这边的厕所。洗完澡，刷完牙，我又会回到这个地方，读我的圣经。读完之后，我在牢房里走来走去，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或者从左边走到右边。当我无聊的时候，我曾经数过，按照我的脚板，这里大概是7步，宽度是5步。从7点到7点15分，他们会开始进行
正面练习，我们会播放一段音乐。HU2 所有人注意，准备好进行早上的人数清点。我重复，准备进行早上的人数清点。你们必须站好，把上衣塞进裤子里，向长官问好。来，点算人数。早安。早安。清点人数的过程是让我们对监狱中的囚犯人数进行核算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的寓所有150名囚犯，我必须确保点算后总数有150人。长官早安。早安。不单是要看到他们，我也需要确保他们有反应，需要得到他们的回应。长官早安。早安。必须确保他们没有任何不妥。好的 ，Bravo 1号日间活动间清点人数总共是41。CCC 至各单位，人数清点已经完成。我重复，人数清点已经完成。清点人数之后，就是大约20分钟后，我们的食物窗口就会打开。是啊，通常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风景。毕竟从昨晚到现在关了一整夜。早餐之前，我们会派发剃须刀，让他们在牢房里剃胡须。10分钟后，我们会收回剃须刀。7点45分左右，服务员就会派发早餐。我们的早餐通常是4片面包，他们会通过食物窗台交给我们。早安，兄弟。早安。然后我们把杯子放在这里，装好每天配给的茶或咖啡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拿进来。过后窗口就会被关上。吃过早餐之后，我又开始来回走动。这里是中央厨房，负责为整个 B 级管区提供膳食。我们每天提供2餐，午餐和晚餐，为监狱官、义工和囚犯们准备大约7000到8000份餐食。在这里，饭菜都是由囚犯担任的厨房工人准备的。Starfield， 请关闭10号门，关闭10号门，打开11号门。那现在他在准备的蔬菜是供明天的午餐和晚餐使用的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让囚犯在厨房里使用这样的工具安全吗？其实你可以看到，这里的工具都是用铁链锁住的。当他们来到厨房工作，我们会监督他们的态度和表现，并且观察谁适合哪一个岗位。例如，备菜区需要大量切菜和研磨的工作，在这里工作的囚犯必须具备冷静沉着的态度和正确的思想，才能执行这类型的任务。好了，就准备托盘，可以吗？好，现在你可以排列了。来自新加坡机场航站服务，也就是新翔集团的厨师们会来这里教育和指导囚犯们如何准备膳食。
这里提供6到8种不同餐食，都是根据营养师的建议来设计并获批准的。我们有普通餐、无肉餐、软食，也就是碎餐、去辣餐给不能吃辣的人，低嘌呤餐给不能吃豆腐等食物的人，以及低糖餐给糖尿病患者。厨房会确保提供给囚犯们的膳食能满足他们日常对蛋白质、蔬菜和营养的需求。他们每天会有不同类型的食物，例如星期1是烤鸡肉，星期2是鱼肉。食品生产是以工业规模来进行，由囚犯们负责准备餐食。我们会确保囚犯们获得适量的食物。包装好的食物会放在食品推车里，这些食品推车可以确保食物保持温度，直到送到囚犯们手中。星期3下午通常是吃面或米粉，今天是马来炒面。这个如果要评分，从0到10分，我应该会给他0分，因为面已经冷了，有时面条还会变硬。当我在做那些非法勾当的时候，有钱的时候，我会带孩子上餐馆，因为他们喜欢吃西餐。我几乎每天都在餐馆吃饭，和现在的食物比起来，简直是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。通常吃完了，我还是觉得饿，这个分量对我来说不够。午餐一般上没有肉，晚餐会有2块鸡胸肉或者鱼。这些年我已经慢慢适应这里的食物，但是我还是很想念外面的美食。我们在这里的待遇，就好像是笼子里的宠物，对我来说，绝对是很难熬的。到今天的话，我还剩下50天。我收集了这些东西，好让我可以在倒数的每一个晚上用来奖励自己。B1 是其中一个最高警戒级别的寓所，这里关押了大约500多名囚犯。Bravo 请解锁1号日间活动间滑门。B1 的特别之处在于，这里全部都是单人牢房，在其他寓所会有3人牢房、4人牢房和8人牢房。你看，这是牢房的门，它有3个关键的部分，这是视察板，还有2个窗口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还有这个部分有很多小洞，从这里我们可以听到，并且和里面的囚犯交谈。我们不鼓励通过窗口说话，因为我们不会知道他们有什么诡计。他们可以扔东西出来，也可以抓住你在窗口附近的物件。那你看这张海报，基本上是囚犯必须遵循的牢房布局。他们在牢房里有一套物品，每当清点人数的时候，他们必须按照海报上的指示来摆放他们的物品。
他们会分配到一个透明的桶、肥皂盒、有盖子的杯，它是透明的，方便工作人员看到里面藏了什么。他们会有一个塑料汤匙，吃饭的时候使用，还有一套牙刷和牙膏。这牙膏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到里面装了什么。就算他们把东西藏在里面，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你看看这支牙刷，它设计的特别短，即使他们用来当武器，我相信它造成的伤害也不会像长的牙刷那么大。每一名囚犯也会有2张被子，足够覆盖整个身体。最后还有1张草席，让他们铺在硬地板上睡觉。如果想要睡得舒服一点，他们可以把被子折叠起来，做成床垫的样子。这里是厕所，囚犯们在这里上厕所和洗澡。闭路电视会捕捉到牢房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包括厕所。如果他们到厕所去方便或是冲凉，我们全都看得到。在晚上，牢房里的闭路电视一样可以在黑暗中显示里面的情形。这是单人牢房的格局。如果长时间被关在里面，某种程度上心里也会觉得压迫。在周末，这个影响真的很大很大，真的非常大。连续48个小时，你的活动空间就只有这么小，真的会扰乱心理和身体的状况。我的发蜡、我的润肤霜、我的润唇膏、我的乳液，这些都是我在这里没有的东西。我来这里之前是一名健身教练，那时候我过的是奢侈不彰的生活。别人想要的汽车、电单车、房子，一切的一切，我在30岁之前全部都拥有了。我这一次被判刑，是因为我擅闯总统府，在那一段期间，我因为吸毒，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喜欢去我认为是有趣或者特别的地方。当我被抓到的时候，我身上有吸毒的工具，于是就被控吸毒。我因为吸毒被判处3年监禁，持有吸毒工具被判坐牢4个月。被子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可以把它折成枕头。我们还有塑料汤匙，我想你们只用1次就丢掉吧。但是这东西已经陪伴我1年多了，1年多啊，这个没有味道。中国制造，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给我们这个，可能是预算有限，说真的根本没用。因为我有工作，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肥皂，这是不错的肥皂，比普通的那些肥皂好。普通肥皂让皮肤很干燥，太干燥了。香皂是推动囚犯们在监狱里维持良好表现的东西之一，这样他们可以尽快去工作。一旦他们有工作，就会得到实际的薪水，可以在食堂购买香皂等物品。
这些东西是我用囚犯协导员的工作所得到的薪水买的。到今天的话，我还剩下50天，就到我出狱的1月21号了。我收集了这些东西，好让我可以在倒数的每一个晚上用来奖励自己。有了这些奖励，而且是自己努力去赚取的奖励，我才可以让自己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更好的思考。我担心自己会忘了，我应该要注意不再去惹事。如果打架、争吵和不服从长官的话，释放日期会被延迟3天到7天。今晚，我打算奖赏自己1包饼干。这包饼干，它是一个好囚犯，但不是所有的好囚犯都是好公民。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，囚犯在这里服从指示，但是出狱后2个月，他们又回来了。他们没能成为一个好公民。他是一个好囚犯，但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好公民。所以下一个挑战是在他被释放之前，帮他做好准备。准备查房。每次一听到我要被查房，我就觉得很扫兴。不准在里面做这些东西。是的，长官。Ben 呼叫萨利，收到，请回复 Over。好的，沙利回应 Mr. Ben， 收到，请讲 Over。Ben 呼叫萨利，准备1号日间活动间查房。沙利回应 Mr. Ben， 收到，马上进行。我们将会展开例行查房，从507号到511号。文庆，准备查房。这是监狱的规定之一，我们需要对牢房进行搜查，确保他们没有收藏任何违禁品。违禁品包括过多的某些物品，或是经过改造的物件，例如挂钩和细绳。Bravo， 请批准解锁507号进行查房。我们要确保这个环境对囚犯和对监狱官的工作是安全的，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安排查房。把你的储物箱拿出来，坐在外面。每次一听到我要被查房，我就觉得很扫兴。文庆，在我进去之前，你有没有东西要申报？没有，长官。这些长官都会穿着鞋子进去，而这是我住的地方，也就是我的家，所以查房之后，我得重新打扫整个牢房。通常他们喜欢把东西藏在门上面的各个部位。这些洞口，他们会用钉书记的钉子，甚至是吸管做成挂钩挂东西。他们也常常用一条长长的细绳一圈一圈缠绕在这里，把它隐藏起来。这条细绳会用来修眉毛或者去除脸上的细毛。如果被发现藏有违禁品，针对他们违规的报告会被呈上，他们可能因此失去工作的机会，甚至被取消牢房外的活动和放风时间。来到厕所这一区就更精彩了。
像在这里，你看有一个自制的挂钩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每个牢房只允许有3个挂钩，2个在生活区，1个在厕所，所以这是多出来的。我一定会要求他把这个拿掉，交给我，然后我会给他一个警告。我们会提供囚犯一套标准物品，如果允许他们拥有私人物品，那会使我们监狱官的检查工作更困难。其次，这也是为了平等对待所有囚犯，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待遇。我这样敲打的原因是看看有没有东西掉下来或掉出去。这是抽水马桶和花洒的按钮。通常我们会先冲水，看看他们有没有把东西藏在马桶里。他们一般上会把东西藏在这个水管下面，所以我们会按冲水按钮把它全部冲下去。他们如果藏了东西，我们就会知道了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当我们查房的时候，我们会检查马桶，因为有些囚犯会把东西藏在里头，例如药丸、药片，甚至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些简单物品。好了，文庆，你可以把你的储物箱拿进来了。他们很有可能跟其他囚犯进行走私，在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互传东西。他们可以从任何你想象得到的地方取得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一切我们不会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定期的每天查房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是折纸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是不准在里面做这些东西。是的，长官。折纸或是囚犯们喜欢制作的一些手工，这些都不属于标准的物件。这也是囚犯在监狱里必须遵守的纪律之一，所以它是不被允许的。比方说，如果有一个囚犯藏了一根很长的细绳，并把它变成粗绳，那是可以用来上吊的。还有一些物品，万一被磨得锋利，也会对在这里工作的我们构成威胁。幸好刚刚这个囚犯没有被发现藏有任何严重违规的违禁品，都只是一些垃圾和几样自制的物品，不会影响寓所内的安全。刚刚被长官搜到，我有一些吸管和一个额外的挂钩，那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挂钩。其实是用饭粒当浆糊，用它把纸张卷起来，干了之后就会变硬。要确保有5根啊。那些吸管来自辅导课程，每个星期都上课。如果我们的表现良好，他们会给我们1包饮料。吸管是从包装饮料得来的。我只是觉得厕所的挂钩不够用，因为通常我会把毛巾挂起来风干。我冲凉的时候脱掉的裤子也需要找个地方挂起来嘛，所以我才做多1个挂钩。这些都被没收之后，我想我得重新适应，使用另一个方法，正确的方法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在这里找到的都是垃圾，还有一些你不应该收着的东西。你看这些吸管，还有自制的挂钩，这些我都会给你警告。如果你再这样做，到时可能惩罚会更严厉，知道吗？文庆，我需要把你在牢房内违规的行为记录下来，也就是藏有额外的挂钩和吸管。轻微罪行处理制度是一个用来记录囚犯违规行为的平台。它的作用是让囚犯承认他们的错误行为，并且接受约定不会在6个月内重犯，否则的话，他们会受到更高的惩罚，也就是纪律处分。好，在这里签名。
在监狱里有分轻微和严重两种罪行。轻微的罪行包括和其他狱友吵架、不服从监狱官的指示，或是藏有过多或经过改造的物品。被判轻罪的囚犯，处分包括书面警告，在惩戒牢房里监禁居多达7天，或是期被延后。至于严重的罪行，可能会处以鞭刑，更严重的案件也可能移交给警方。重大的罪行包括和其他囚犯打架、囤积药物，甚至在监狱里纹身。来，查房。Bravo， 请批准解锁509号。我觉得在监狱里最难受的是被控制。也许在外面你可以掌控一切，但是在这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你有东西要申报吗？开。没有。没有东西申报。这些水果几时的？昨天的午餐。昨天的？你怎么有3个？哪个是最旧的？其中一个吧。这个不要了。他们有时会留着几个水果，晚上饿的时候才吃，但是他们最多应该只有2个。我们不能让它收得太久，变坏的食物吃了会肚子痛，让他们生病。我们必须把这个丢掉，因为已经好几天了。这是他个人的画作，这个我得拿走，因为它是未经批准的物品，上面没有盖章，没有官方的印章，所以我会把它带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可能在上面书写信息，传到寓所、其他牢房，甚至是整个监狱。塑料、订书机、细绳子、A4 纸，这些都是我们在牢房里不能有的。铅笔也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因为可以用来纹身。虽然这些东西在监狱里不被允许，我们还是有办法弄到。囚犯们获取违禁品的途径之一，可能是通过寓所里的服务员在派发食物的时候，将违禁品或额外物品混进去。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违法的，在房间里无聊啊，无聊没事做，我就纹身喽。我们得坐在闭路电视前面，背对着镜头，假装是在看书，当掩护。有一些杂志比较厚，我们就用杂志中间的订书钉，必须是又圆又粗的，不是普通订纸张的那种钉。我们会在地板上磨，把它磨平，一圈，转过来再磨。衣服上的线，我需要线，因为要用线来捆住钉子。至于墨水，我们尝试跟医生要，我们要求拉肚子的药，他会给这种止泻的要用炭片，把它浸在墨水里，线会吸收墨水。他们没有适当的设备来纹身。于是他们自己制作。我见过有人被细菌感染，
整个手臂都肿起来。所以，这是我们要遏制它的原因之一。另一方面是囚犯的次文化，我们很多囚犯都跟帮派有联系。通常他们想要刺的图案，有些是帮派的标志，那会造成问题，那会影响整个监狱的良好秩序和纪律。那时候我是私会党成员，所以我们纹身是为了表示我们的忠诚，也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来自这个帮派。我没有把它藏好，结果让长官看到新的伤口，被他们抓到。我的释放日期被延迟了21天。还被鞭了4下，4下，我觉得没什么了。在3个不同的场合，我带了3种不同的武器。我携带的第一件武器是一把武士刀。我计划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，然后我只是想砍他一刀就走掉。我要给他一个教训，不要去搞别人的老婆。我携带的第2件武器是放在我袋子里的8冷刀。我需要它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整天怀疑，感觉好像有敌人跟踪我。我携带的最后一件武器是一把面包刀，其实也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。不过我没有机会用它，之后我被抓了。当你被判鞭刑是没得分期进行的，我总共被鞭了21下。当你被鞭，你不能叫，你也不能晕倒，还有不能表现软弱。我们是代表私会党的，一定要坚强。如果这些你都不能承受，那么将来有其他麻烦，你要怎么面对？我现在准备的是鞭刑之后提供的基本伤口护理，而大家通常所以为的相反，鞭打之后只是出现直线的表面伤口和擦伤，不会大量出血。我当它是轻微的伤口，因为没有伤到深层的组织。他们在鞭刑之后会尝试站直走路，有些人会哭，有些不会，有些人会比其他人顽强。如果他们要求止痛药，我们会开药给他们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看过任何囚犯这样要求。对，监狱生活对我来说很难熬，但是只要我的家人在外面等着我，我的经历不算什么。我很期待放风时间，因为可以做运动，而且这里空间大很多，也可以感觉到更多空气从外面进来。我们在做的是我们立场的运动，是我们自己的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。通常我们有2个小时的放风时间，每个星期2次，在星期2和星期4。这里的放风时间挺长，有2个小时，我们会充分利用。当监狱官在监督放风的时候，是相当有挑战性的。你得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照顾人数众多的囚犯，
监狱官都受过战术训练，懂得随机应变。1、2，岳胜，停！来，你看他叫我不要做了，可以拍，快点拍，快点拍！你们不可以用长凳做运动，知道吗？如果他们用长凳做运动，那会妨碍其他人用桌子看报纸或玩游戏。况且长凳也不是为了这个用途而设的。下次别让我再看到你们这样做。是的，长官。刚才我们示范的是不正确的运动方式。我们只可以跑步、做仰卧起坐、伏地挺身、HIIT。我们不能用这里的任何设备、墙壁、长凳，全部不能用，也不能越过周围的红线。所以我们做运动就要聪明一点啦。有长官在的时候就作戏一下啦。我们会进来这里，就是因为犯了法，所以多数人还是会照做了。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。这是我的作品集。当我在视觉艺术中心的时候，可以画画。视觉艺术中心是让我们可以用美术、陶艺、木工、蜡染任何东西来表达自我的地方。这是我和我太太的画像，我用的是铅笔和软橡皮擦。照片在这里很珍贵，每个月我们会有20分，如果没有被指控或犯规的话，就会得20分，必须累积60分才可以换一张照片。60分大概需要3个月来累积。你得要保持良好的行为，要3个月才能累积到60分，然后就可以换取你的照片。我和我太太在2008年结婚。1年后，我因为触犯几项法律，必须进来监狱。在那段时间，我太太怀孕了，她还在等我，她没有离开我。我太太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探访，只有2次，因为她去生产，还有带我的大女儿去做检查。我用钱来表达我的爱。我太太无论她要什么，名牌包包之类的，我都会说走，我们去买。我负担得起他们的生活费、房子、买东西、女佣，什么都有，而且我太太也不必工作。慢慢的，我又开始吸毒，慢慢的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把裤子给我。我觉得有点，其实很丢脸，因为时不时要在别人面前脱衣服，好像那些妓女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如果我在法庭上被定罪，我会被判绞刑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觉得我会死，我还立了遗嘱。他要跟我离婚，我觉得很不公平。